准备，火箭点火，3、2、1，点。这是我们设计制作的6代机歼36，在大狙无数次摔坏了4台飞机的情况下，终于试飞成功了。最开始也进行了无动力滑翔测试，在有开裂方向舵的情况下，也无法保持航向稳定。观察一些成功的案例，能飞行稳定，都是在没有机身的情况下，切除机身侧板再进行试飞，真就能稳定飞行。我之前飞过相同设计的 B2，也是轻松拿捏。这个6代机如果开启主力方向舵，应该也没什么问题，所以就非常自信的开始了 3D 建模。机身长度 1.5 米，翼展 1.4 米，和之前制作的轰20差不多的尺寸。歼36原本是3台发动机，我们给改成了双发70毫米涵道。中间还安装了一台火箭发动机，可以还原一下爆轰发动机的烟雾效果。原本是设计了起落架，但从我之前的经验来说，没有方向舵的飞机滑保是特别困难的，所以就取消了起落架，改用手抛起飞，重量也能更轻。尾部舵面进行了简化处理。歼36的灵魂开裂式主力方向舵，这个还比较还原，整体就是这个效果。切割好材料就可以开始制作。副翼，右偏，左偏，正常。然后方向舵，开裂式方向舵，左偏，开启增加阻力，右偏，收小。我们现在做的这台，我觉得关闭的话可能会飞不了，飞行呢肯定要打开来，关闭大概率会自旋。现在这一夹目前没有加垂尾，等会我们先测试的话，还是把垂尾加上去。没有垂尾的话，从前面的测试情况来看，这个应该撑不到1个起落。如果飞行稳定的话，再把垂尾一点点减小。这个机面积特别大，它的那个升力还是很好的。之前飞过那个轰20，它形状就跟这差不多，它巡航油门都特别低，可以没问题。加垂尾。歼36现在是加垂尾。第一个起落测试，走，第一次起飞直接就往坡下俯冲，拉杆毫无效果，坡面的混凝土都给干断了。是什么问题引起的？我后面给你们分析。反正机头是完全干废了。在我的纤维胶大法下，再次活了过来，继续第2次起飞。歼36伊拉克战损版第2个起落测试。好，可以，来，走啊！走。终于发现了问题，是推力线不对，给油就往地面俯冲，收油就抬头。调整好推力线，进行第3次起飞。好，走。这次就是人为因素了，没有抛好，直接刚树上了，机翼开裂，所以完全报废了。唉，还是太自信了。我们连夜又出了2架简易的验证机，螺旋桨这台是真极简，完全还原银杏叶片。另外一台采用涵道推进，加装了一些机体外观件，也额外加装了一台火箭发动机。安装好电池，准备起飞。事实证明，没有垂尾确实是可以飞行的，就是特别容易进入死亡螺旋。涵道推进的这一台，因为有机体外观件的影响，没有垂尾是完全控制不了。在坠机无数次后，我还是默默地加了一个小垂尾，然后就能正常飞行了。确定飞行没有问题，又重新制作了一台大尺寸的，再次进行试飞。为了等会儿不要一次性扎报废，还是给它装个小垂尾上去，先试飞。全部检查完毕，就可以进行起飞测试了。机体重量比较大，所以这一次也采用车载起飞。
啊，拉杆拉满了，头还是比较重。哇呀，这个方向有效果，左右，它会自己扭这个头。我来个低空通铲。全油。哇，帅气！后面也尝试裁切垂尾，第一次裁切还能正常飞行，第二次裁切就无法控制了。事实证明，这台大尺寸的没有垂尾又没有飞控介入的情况下是无法飞行的。这3台6代机的图纸我都会分享出来，感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试一试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点赞和关注支持，你的支持就有更巨大动力。我是布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